脆弱的康斯坦丁在剧集里不堪一击的风格，会被作为观众的我们无情吐槽。那么今天就带大家见识一下《地狱神探》里的康斯坦丁。故事的开始讲述一个精神小伙曼纽尔从地里拿出一个被红布包裹着的物件，里面正是因战乱而被丢失，可以改写命运的命运之矛。他总感觉有人要抢，于是不管不顾的离去。因为过马路没看车，不幸被撞翻，所以命运之矛帮他改写了命运。康斯坦丁受邀前来驱魔，对付地底生物，阳光就是最好的武器。得知康斯坦丁大名之后，恶魔士兵应该是骂了几句脏话，话不多说，开始驱魔。女孩的身体与恶魔开始被分离，虽然停止了抽搐，但是恶魔并没有离开她的身体，甚至还有了想出来的冲动。吃瓜群众把了一面大镜子举在上方，在催眠的作用下，恶魔士兵现身，镜子被扔出窗外，坠向地面。女孩终于恢复正常，刚结束工作的康斯坦丁准备抽一根烟放松一下，突然注意到了墙上命运之矛的画像。实习徒弟查斯把出租车修理好，带他离开了这里。伊莎贝尔被人从梦中唤醒，她赤脚离开病房，来到了精神病院的顶楼。身份识别手环被取下后随风飘动，伊莎贝尔在那声呼唤中坠落到地面泳池的同时，心灵感应的姐姐突然惊醒。康斯坦丁的肺部医院已经无计可施，尽管如此，他也毫不在意。身为刑警的安吉拉得知了妹妹的死讯，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警方初步判定为自杀。安吉拉和她从小就有心灵感应，她也知道有信仰的妹妹不会自杀。为了让安吉拉接受现实，长官会为她调出监控。二人同时离开了这所医院，但也刚好错过。老朋友毕曼给他进了不少新货。在谈到为女孩驱魔的时候，康斯坦丁看到那个恶魔试图利用人类踏进人间，但人类最多只能算是被摆布的布偶，并不可能是通道。二人不约而同来到图书馆，因为他们都有想找的人。安吉拉找神父探查妹妹的事情，康斯坦丁是为天使加百列而来。伊莎贝尔已经被认定为自杀，哪怕走后门他也上不了天堂。戴维对此表示无能为力。为了多活些时间，他不断行善，帮人摆脱恶魔，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而他又缺少信仰与献身精神，注定要下地狱。二人在门外相遇，不过并没有过多言语。查斯大喊康斯坦丁，他只留下一个离去背影。安吉拉回到家中，重复看着妹妹死前的记录，直到听到一声康斯坦丁，倒回去再听时却又恢复老样子。作为天使和恶魔的庇护所，这里没有战争，因为有一位坚守中立誓言的午夜老爹，也是康斯坦丁的老朋友。他们听说那个男人会亲自收割康斯坦丁的灵魂，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用那把椅子。午夜听了一愣，表示不能随便打破平衡。巴尔萨扎的出现让气氛变得剑拔弩张。鉴于午夜的面子，康斯坦丁没有出手。恶魔们都知道他时日无多，有的已经垂涎3尺。他一边咳嗽一边离开这个表面和谐的地方。安吉拉调查出康斯坦丁的住处，表明身份后，双方愿意进一步交流。因为信仰伊莎贝尔是自杀的话，灵魂会坠入地狱。康斯坦丁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安吉拉气得离去。与此同时，恶灵突然游荡，他赶忙离去，追上了安吉拉。对于鬼神的传说，他表示不屑，但事实证明他已经被恶魔盯上。二人走向墙根，一股股阴风袭来，最后一丝光源消失后，康斯坦丁瞬间光芒四射，所有靠近的地狱清道夫都化为飞烟，街道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而这些恶魔都是为他而来。知道安吉拉并非常人后，康斯坦丁决定帮他探查妹妹的死因。他抱着伊莎贝尔留下的猫咪，把脚放进盆里。此刻需要安吉拉离开公寓，门被缓缓关闭。康斯坦丁抓着猫开始凝视，门即将撞上的刹那，时间停止。他来到了黄沙与硫磺弥漫的地狱，整理了仪容仪表后，向着城市中走去。而脚下有着数不清的进入地狱的亡灵。伊莎贝尔出现在前方，他重复着死前的动作，扔掉手环。涌向康斯坦丁的恶魔越来越多，千钧一发之际，手环被抓住，时间开始流动。康斯坦丁回到现实，他得知姐妹二人是双生子，妹妹也的确是自杀。神父戴维在偷偷地调查伊莎贝尔的事情，他走到尸体旁，天赋使他拥有通灵的能力。抓住伊莎贝尔的手腕后，显现出了一个印记。他想喝口酒压压惊，结果慌张地跑了出去。在便利店看到酒后，打开盖子，却看不到一滴酒精流进他的体内。这种情况让他濒临崩溃。这一切都是巴尔萨扎在搞鬼。戴维因为酒精中毒倒下，拿起把撮子，在手上扎出那个图形之后，倒在了一个男人面前。
康斯坦丁打小就能看到恶魔，因为家人的不理解，甚至还往伤口上撒盐。他开始寻求解脱，这也是他第一次进入地狱，虽然只有短暂的2分钟。回来之后的康斯坦丁意识到，天使和恶魔无法穿越到人类世界，所以他们能看到的这些都是所谓的混血。这些半恶魔与半天使甚至能够在人类世界存活下去。如果谁破坏了规矩，康斯坦丁就把谁送回去。因为他曾经也是个自杀者，死后只能坠入地狱。那里一大半的人都是被康斯坦丁亲手送进去的。尽管现在在赎罪，天堂也没有他的容身之处。安吉拉接到电话，二人来到事发地，送给戴维的护身符被取回后，看到了他手里留下的标记。第二个朋友会帮他调查，他们要回到伊莎贝尔死掉的地方看看。双生子自幼就心灵相通，说不准妹妹去世前会留下什么。安吉拉极力否认。挣脱束缚后，他开始回想起儿时的记忆，他们经常会在玻璃上给对方留下信息。17章第1节是地狱圣经中记载的内容。恶魔之子马门的罪行将会超过他的父亲，因为背叛会渴望建立自己的王国，前提是占据灵力非常强大的通灵人的躯体，而穿过结界还需要神圣力量的协助。毕曼感受到了恶魔的逼近，即使这样，他也仍然相信康斯坦丁。车子加速赶往，来到毕曼的研究所后，为时已晚。安吉拉承认自己拥有通灵的能力，从小他就抗拒这股力量，直到有一天这种力量突然消失。为了妹妹，他要重拾能力，即便以后无法回头，也不想留下遗憾。浴缸里被放满水作为媒介，可以帮助安吉拉穿行于2个世界。速成也有速成的办法，就是把大部分身体放进水里。安吉拉睁眼与他对视，开始还感觉有点无聊，直到憋不住的时候，仍然被按在水里，慢慢的开始挣扎，但始终挣脱不开康斯坦丁的双手。时间被暂停了短短几秒，浴缸破裂，安吉拉才意识到，原来他的能力一直都没有消失。随着潜意识的指引，这个酒店里落下了恶魔来过的证据，就是巴尔萨扎曾把玩过的硬币。二人驱车来到恶魔的住处，临行前给安吉拉留下了护身符。康斯坦丁要独自前往，美男子感觉最近嘴有点瓢啊，殊不知这也是驱魔人的能力。圣水虽然能让恶魔变得虚弱，但人类毕竟是人类。康斯坦丁从衣兜里拿出附魔过的拳刺，把本就虚弱的恶魔打到无力还击。巴尔萨扎只知道这次在劫难逃，殊不知康斯坦丁还有更可怕的手段，就是把恶魔送上天堂。不过只要把马门穿越过来的方法告诉他，巴尔萨扎就可以回到鬼窝。驱魔前先做祷告，骗人要做全套。巴尔萨扎被吓得立马全招，康斯坦丁打了个马后炮，只有获得赦免才有进入天堂的资格。巴尔萨扎就算是被耍，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恶魔的目标不是康斯坦丁，而是安吉拉。马门已经获得神力，剩下的就差一个强大的灵媒，而这个灵媒刚好就是没有佩戴护身符的安吉拉。尽管追的努力，到大楼边缘后他也无能为力。带着改装好的最新武器，找到热爱和平的午夜神医，他必须要用那把椅子找到那柄神器。每个人都深知这把椅子的危险，但是康斯坦丁毫不在意。地上同样用水做媒介，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他的身体开始扭曲，看到了命运之矛被曼纽尔带走的全部经历。他走向精神病院，里面的恶魔群出现，康斯坦丁被发现，午夜把他拉回现在的时间线。查斯忍不住好奇来凑热闹。作为天赋型选手，查斯一边制作特殊子弹，一边解说，只要被附魔过的十字架触碰，再普通的水都能变成圣水。他表现出的专业性，午夜看了都觉得欣慰。安吉拉被传送到妹妹遇害的地方，她被恶魔拽回池子里。二人来到医院，开始分头行动。查斯走上阳台，把十字架放入水箱中。康斯坦丁走到那把椅子曾指引到的恶魔群，说让他们自觉回到来的地方。显然没人在意。打火机触发人工降雨后，恶魔在被圣水洗礼，他们发起攻击。康斯坦丁开始枪战游戏，子弹被耗尽，好在土地也有一把武器。安吉拉走进地狱，身后响起当初呼唤伊莎贝尔的声音，这次他没能躲过去。安吉拉犹如出水芙蓉，就是面部表情有点狰狞。康斯坦丁被按入水中，查斯把他拉了出去，二人合力把安吉拉按在地上。康斯坦丁试图用咒语驱除恶魔，他虽然表面恢复原样，但是肚子里已经在孕育。一个人的能力已经无法阻止马门摆脱地狱。查斯再次展现他的实力，在双重咒语的念动下，安吉拉的肚子终于老实了一下。他感觉自己快出师了，结果发现光辉咒语好像不太管用。康斯坦丁又一次失去朋友，他合十双臂，试图与天堂建立联系。加百列把他踩在脚下，像个独裁者一样说话。最不公平的是，人类只需要忏悔，就会被主拥入怀抱。加百列要让康斯坦丁经历地狱洗礼，只有过了这关，康斯坦丁才配得上主的关怀。他要把地狱之子释放出来，随后走向安吉拉身边。
康斯坦丁开始忏悔，恳求得到主的关爱。随后他拿起一块碎片，坐直身子，割断双腕。加百列开始召唤恶魔之子，准备剖腹产时，时间被静止，一双沾满污泥的脚丫落地。堕天使路西法来到康斯坦丁面前，充满玩味地看着虚弱的他，还要亲自帮他点烟。康斯坦丁被留在人间把玩，割腕的行为实属是故意为之。俩人拉了拉家常，这才得知他儿子要造反。虽然这是在拖延时间，不过也不差这么一会儿。路西法使用风遁破门之术走进隔壁，果然他的儿子和加百列已经搞在一起。时间恢复，命运之矛戳在地上，马门在试图挣脱怀抱。加百列以主之名试图攻击，但同样都是 BOSS， 谁又怕谁呢？马门送回地狱老家，加百列被摧毁了翅膀，掉进池塘。那边的事情处理完之后，康斯坦丁想要牺牲自己，代替伊莎贝尔进入地狱。路西法感觉问题不大，那咱们上路吧。拖着他走的时候，发现这家伙越来越沉，甚至怎么也拉不动。原来是康斯坦丁达到了进入天堂的要求，虔诚的信仰和无私的奉献，临了前还不忘竖中指。路西法气得要把他继续留在人间折磨，顺便还帮他治好了肺癌。醒来过后，身体不仅恢复如初，还多了8块腹肌。安吉拉也安然无恙，俩人顺便还亲，拿到了命运之矛。加百列的翅膀被烧毁，康斯坦丁给他普及了一下牛顿第3定律，随后潇洒离去。二人趁着夜色站在阳台上欣赏风景。命运之矛这种东西虽然不能作为礼物，但是可以被当成任务。他要安吉拉藏到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交代完后，虽然心里有所期盼，但毕竟不是一条路上的人，二人就此分离。康斯坦丁知道自己最后会死，不过这回他要重活一次。打火机留给了他唯一的徒弟查斯，离去时查斯张开翅膀冲向天堂，而他也开始了自己的故事。我是瓜皮儿，下期见。